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欢迎来到 Garden 365新西兰生活频道。今天这期节目呢，是专门为那些刚刚开始学习种植，对种植没有太多的经验，但又非常感兴趣的朋友准备的。那么在种植之前，我们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最基本的材料呢？让我们一起看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准备的就是种植土。我建议呢，大家去店里买混合好的营养土。袋装的营养土的品种非常多。如果大家觉得很困惑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，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在最开始的阶段呢，大家不要想得太复杂，只要买可以种蔬菜的土。如果有有机的呢，我们就买有机土，然后再比较价格，这样呢，你的选择就非常有针对性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买混合好的营养土，不能从花园里挖一点土来种菜呢？因为对于刚刚学习种植的朋友来说，自信心和成就感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营养土已经混合了植物生长需要的各种元素和肥料，即使我们什么都不添加，我们的第一批蔬菜呢也会长得非常的好。如果是从花园里挖土来种菜，往往这个土的肥力都不够，我们需要呢给它添加一些肥料。那么添加什么肥，怎么加，加多少，这都是问题。这些问题呢，会让你觉得种菜呢很烦很难。如果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种出来的菜呢还是长不好，我们往往会给自己贴上一个不会种菜的标签，然后呢就放弃了。在我看来啊，这就是一包营养土能够解决的问题。这包土呢是我周六在奥克兰东区的邦尼斯买的。顺便提一下，邦尼斯现在有卖中国的莴笋苗的，如果住在奥克兰的小伙伴有需要的话，可以去邦尼斯看一下。肥料呢，我建议大家准备一包羊粪就可以了。羊粪呢比较温和，如果量掌握不好或者多用了一点，也不太容易出现肥害。店里买来的羊粪呢已经处理过了，里面呢已经没有草籽，也没有难闻的味道。把它呢作为底肥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现在我们土有了，肥料有了，如果大家还想种一些像茄子啊、辣椒、番茄这类能够结果实的作物，那么我们还需要准备一包雪谷粉。雪谷粉的磷钾肥能够促进根系的生长，帮助植物结果。我们只要准备这3样：营养土、羊粪还有雪谷粉。那么只要你能够想到的蔬菜，基本上都可以种了。等有了信心和经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慢慢学着自己做堆肥，还有改良我们的原土，慢慢的扩大种植规模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一起来种2盆用处多、生长快的生菜。我们呢找2个花盆或者其他透水的容器都可以。一盆呢，我们就直接用买来的苗，这个呢种起来比较简单。为了增加品种，另外一个小的菠菜叶呢，我就用种子来种。同时我会分享一个小窍门，可以防止我们在浇水的时候把种子冲得不均匀。由于生菜呢生长周期比较短，我们呢甚至不需要给它加任何肥料，只需要用混合的营养土就可以了。如果大家想尝试着在盆子里种茄子啊、辣椒等，就需要用羊粪作为底肥。根据盆子的大小呢，我准备种6颗就够了，一共是2个品种，每个品种3颗。移苗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捏一下育苗盒的底部，让根呢尽量多带一些土，尽量不要伤到根。然后我们根据刚才定好的位置把它种到土里，然后轻轻的给它压压实。刚刚开始学习种菜，用花盆来种呢，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容易管理。直接把苗种在地里，如果季节气候不对，那我们的苗呢很容易被虫子吃掉。刚刚移的苗就被虫子吃掉呢，会让我们非常的沮丧。那种在花盆里就不用有这种担心了。而且呢，浇起水来也非常方便。每天早晚呢，我们都可以观察小苗的生长情况，看着小苗一天天的长大，这种喜悦的心情呢，只有你种过菜才能体会到。所以刚刚开始种植呢，我们一定要把菜种到自己看得见的地方，这样呢也能够时时的提醒我们，菜苗种下去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照顾它，不能种下去就不管了。
如果种在地里呢，有的时候一忙起来啊，我们会忘记，在等我们去看的时候呢，不是被虫子吃掉了，就是干死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种植体验就非常的不好。接下去，我们用种子来种一盆做色拉用的菠菜叶。我们先把种子均匀的撒在土上，一般我会相隔1至2公分。如果长着长着呢，觉得它太密了呢，我们可以借苗。种子撒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找一张厨房用纸，然后呢，把它从中间撕开，因为厨房用纸呢比较厚，我们可以把它撕成2张薄的。如果我们要是没有厨房用纸呢，也可以用卷筒纸代替，同样的也要从中间给它撕开。然后我们把撕好的纸呢平铺在种子的上面，在种子的上面呢再轻轻地撒一层土。大家这回知道这张纸的作用是什么了吗？对的，这样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，水会直接先浇在纸上，慢慢的被种子吸收，种子呢就不会被水冲得移位。这种方法呢要注意一点，在种子发芽之前一定要保持土壤的湿润。如果我们忘了浇水，纸干了之后呢会变硬，反而会阻碍下面种子的发芽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尽量用薄一点的纸，把纸分成2半，这样呢更有利于种子的破土而出。这种方法非常好用，我们再也不用担心种子被水冲得到处跑了。种在花盆里的菜呢，土非常容易干。如果不下雨呢，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观察一下，每天都要给它浇1次水。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温暖的地方，在种子发芽之前呢，尽量避免太阳暴晒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观察、浇水，然后等待收获了。希望我的分享呢，能够给那些想要学习种植的朋友一点帮助，能够让你们体会到种植过程中的快乐，增加自信心和成就感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，非常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